你好，本次课我们学习 AES 算法。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 DES 算法。由于有效密钥长度较短，难以抗击穷举攻击。虽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3重 DES 算法，密钥的有效位数达到了168位，但是加解密速度慢，而且不够灵活。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一个迫切的需求来了：我们需要像3重 DES 算法一样强壮，但是更快、更灵活的加密算法。本次课我们就来学习这种新的加密标准 AES， 包括它的基本原理和在区块链中的应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ES 算法的基本原理。经过5年的甄选流程，高级加密标准 AES 是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于2001年11月发布，并替代了原先的 DES 标准。AES 呢被全世界广泛使用，目前已然成为对称密码加密算法中的最流行的算法之一。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微信小程序，就是用这种加密算法去传输数据的。英特尔甚至在他们的芯片中为 AES 量身定制了底层指令，来让其执行得更快。AES 呢是基于 SP 网络的迭代性分组密码，那么它也就具备了以下的参数：分组的长度、密钥的长度和轮数。AES 的分组长度呢是128位，它比 DES 呢大了1倍。密钥长度呢是128、192和256位。它吸取了 DES 的教训，增加了密钥长度，也提供给大众选择的机会，满足不同的安全需求。AES 的迭代轮数依据密钥长度而定。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的密钥长度呢是128位的话，那么你的迭代轮数就是10轮。为什么比 DES 的轮数少呢？因为 DES 算法使用的呢是一个 FAST 结构，它并没有在每轮迭代中对整个分组进行加密。单轮的 DES 呢只加密64的一半，32位。AES 一次迭代加密所有的128位。这也就是为什么 AES 比 DES 轮数少的原因。为表述简单起见，我们以 AES 128位为例，也就是分组长度是128位，密钥长度呢也是128位的情景。其他长度的 AES 工作原理呢是一样的。16字节的明文首先和密钥做异或，用异或操作是因为快而且开销少，可以使用简单的硬件进行并行预算，然后进入10轮迭代。第10轮迭代后的输出呢，就是密文。这里注意，在入口处和出口处有2个变换。入口处呢是明文和密钥做了异或，出口的变换呢是在第10轮完成的。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少了一个列混淆的步骤，这个呢和其他的9轮是不一样的。前9轮的加密过程涉及到4种操作：字节替代、行移位、列混淆和轮密钥加。第10轮因为出口处理变换少了列混淆步骤呢，每轮所使用的子密钥是不同的。那么这些操作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的分组密码要满足香农提出的扩散和混乱，那么是通过轮函数来实现的。轮函数啊是我们 AES 的重要部件。下面我们就重点来讲解一下轮函数的工作原理。第一层字节替换，它是轮函数中的唯一的非线性变换，起到了混乱和局部扩散的作用。行移位呢和列混淆共同构成了这个线性的扩散层，在这里面所起到作用呢是一个高度的扩散。轮密钥加是密钥的参与过程。字节替换通过 S 核完成一个字节到另一个字节的非线性映射，输入输出呢都是8个位，位置不变。那么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AES 处理的是128比特的数据，那么就需要我们首先将128比特的数据呢依次分为16个字节，然后前4个字节为一列，依次排列。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所示的。这样我们就将128比特的数据和一个4行4列的矩阵
建立了联系。那么这里的替换公式呢，可以用 SA 等于 FA 的逆去表示。那么 A 呢是输入的字节，然后 A 的负一次幂表示 A 的逆。先通过有限域 GF2 的八次方求它的乘法逆，再根据仿射函数 F 呢去求得它的输出。具体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通过查询 S 表去完成替换的。不同于 DS 的8个不同的 S 核 ，AES 呢可以看作是16个并行的相同的 S 核。S 核的行呢是由输入字节的高4位去构成的，它的列呢是由低4位构成，输出是由行和列的交叉值去构成。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输入值为10001111，那么你的行值和列值分别就是8D， 那么所对应的输出的值就应该是5D， 这样10001111就被映射成了01011101。行移位变换呢比较简单，根据规则对行进行适当的移位，来实现一个4×4矩阵内字节之间的置换。这么变换，原来同一列中的元素呢就被分散到了不同的列中，目的就是为了增加 AES 的扩散属性。但是行中的元素呢还是那些，所以紧接着我们就进入了列混淆。列混淆呢就是对混淆矩阵的每一列呢与一个固定的矩阵去相乘。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将行移位变换的输出的某一列，比如说11090135和这个固定矩阵去相乘，那么得到的结果呢就是736BBA 和 A7。那么每个输入的字节呢都影响了4个输出字节，所以列混淆呢也是 AES 中的主要扩散元素。轮密钥加密操作相对比较简单，在每轮的最后，将上一步列混淆得到的矩阵呢，与下一步的密钥矩阵去进行一个异或，得到新的矩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轮密钥的生成算法，与 DS 相似，它也是从原始密钥中呢去计算出轮密钥或者子密钥。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不论你的密钥长度是128、192还是256，轮密钥的长度都是128位。若迭代的轮数为 NR， 那么轮密钥的个数呢就是 NR 加1。因为在 AES 的输入和输出中都使用了子密钥的异或加法，这个过程呢是密钥白化，白化时呢也需要密钥，所以子密钥的个数呢是轮数加1。这里依然以 AES 128位为例，轮数是10轮，我们就需要11个子密钥，也就是44个32位字的密钥扩展。AES 的前4个子密钥呢，直接取自初始密钥，分别即为 W0、W1、W2 和 W3。后面的子密钥呢，是由前面的4个子密钥递归生成。具体是怎么样去递归生成的呢？这里呀，要分2种情况。如果说你的 i 不是4的倍数，那么 Wi 呢，就是 Wi 减4异或上我们的 Wi 减1，得到 Wi。那么如果 i 是4的倍数呢，首先需要做一个32位，也就是4个字节的变换。然后呢，我们将这个 Wi 减1循环左移一个字节，然后我们利用 AES 的 S 核呢做一个字节的代替。字节代替的结果呢，再先后与32比特的常量，这是我们32比特的常量和我们的 Wi 减4异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解密过程的每一步分别对应了操作的逆操作。加解密所有操作的顺序正好是相反的，正是由于这2点，保证了解密能够正确的恢复明文。也正因为 AES 的安全性呢，它也被广泛的用在了区块链中。区块链为了实现去中心化而将安全责任下移到用户的做法呢，对用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用户必须具备安全使用和存储自身密钥的意识和能力。由于区块链中并没有将密钥和用户身份建立一个关联的关系的机制，这就在保护了用户身份私密性的同时呢，也造成了用户私钥一旦丢失或者泄露，用户资金将无法追回的后果。私钥的安全是区块链可信的基石。那么，如何去保证私钥的安全呢？区块链中根据私钥的存储，可以分为冷钱包和热钱包。冷钱包是指网络不能访问你私钥的钱包。冷钱包往往依靠冷设备的安全，确保私钥的安全，比如不联网的手机或硬盘，保留私钥地址的纸、照片等。这些终端如果丢失损坏了怎么办？热钱包是在线钱包的形式，托管到服务器上，可以解决设备丢失损坏的问题。使用时直接或通过简单的口令控制，读取到私钥明文到内存，通过 CPU 完成私钥的计算。热钱包存储私钥存在的风险是可能遭到黑客或平台的内鬼造成的复制、窃取、暴力破解问题。解决的方案是结合文件加采用用户设置的口令，口令应该是长密码、复杂数字字母字符串，比如说以太坊的 KeyStore 文件。那么什么是以太坊呢？以太坊是可视化、可编程的区块链，允许人编辑智能合约和发行代币，用高级语言可以编写程序，降低开发难度。以太坊中的 KeyStore 是以 AES 算法对钱包中的私钥进行加密。从算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使用的加密算法呢是 AES-128的模式，保证了私钥加密的存储。攻击者同时需要对 KeyStore 文件和你的密码同时拿到，才能够盗取你的数字资产，缺一不可。当然，这里不是直接输入解密密钥，而是通过自己设置的常用口令来拿回解密密钥。AES 是基于 SP 网络的一个迭代分组密码，它的分组长度呢是128位。密钥的长度是128、192和256位。AES 提供了良好的安全性，这种安全性主要是通过轮函数的4轮操作去实现的，很好的满足了扩散和混淆功能，有效的抗击了蛮力和差分攻击。AES 也具有非常高的效率，适合软硬件的实现。在传统的磁盘加密上呢，可以获得几百兆每秒的性能以及非常高的吞吐率。AES 的众多优点使得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区块链中呢，也被用于去加密私钥的存储。本次课结束，谢谢。